长期以来，美国持续渲染所谓中国导弹威胁。近日，一众美国国会议员给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联名信中警告称，面对中国导弹，美军在印太地区90%的战机可能被摧毁，要求美军立即做出改变。与此同时，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易主，新上任的美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到底是什么来头？来看看报道。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13名美国国会议员近日向美海军部长托罗和空军部长肯德尔发去联名信，声称中国拥有一支强大、具有威胁性的导弹部队，数量激增的弹道导弹有能力压倒美军在太平洋的防御力量，可以攻击从冲绳到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该地区所有美军基地。在渲染中国导弹威胁之后，这些美国议员又开始卖惨，强调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防御能力不足。美国《星条旗报》提到，最近的模拟美中战争演习显示，由于印太基地的防护能力不足，美军90%的战机将被摧毁在地面上，而不是毁于空战。报道指出，理论上，美军可以依靠防空和反导系统等主动防御手段进行拦截，因此，大批美军飞机暴露在没有掩蔽的机场或易于识别的机棚。但相关分析表明，中国有足够数量的导弹实施饱和式打击，从而导致美军重要的空中资产无法移动，扰乱后勤链，并大大削弱美军的反应能力。这些美国议员在信中要求美军采取被动防御措施，如加固防空机堡、地下掩体到快速跑道维修能力的应对方案。星条旗报称，根据美国印太司令部向国会提供的总额110亿美元的优先事项清单，其中只有2%被用于该地区的基地修建项目。尤其让这些美国议员们不满的是，作为美国空军在印太地区战力调配的中枢，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竟然连一座加固机堡都没有。根据美国空军2023年的通报，关岛基地放弃加固机堡的计划，而是采购了可以快速装卸的简易机棚。这种被称为应急小资产保护的防空掩体，长30米，宽20米，足以容纳美军的每种现役战斗机。它可以由标准集装箱运输，9名工作人员可在5到12天内安装完毕，理论上可以抵御小型炸弹的袭击。美国空军计划在2024至2028财年期间，每年购买70套这样的简易机棚。不过，美军关岛基地也有备选方案，选择重启附近废弃的关岛西北机场和天灵岛机场作为备降机场，以便在安德森空军基地遭到攻击时，将主力战机进行疏散。其实呢，美国议员的渲染并非是一个偶然现象。所谓的中国导弹威胁也是一个老话题，借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增加美军的投入，来加强对华的这种遏制，尤其是对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进一步的加固，未来进行战略上面的布局，美国是有未来的这种设计。目前，美国空军在太平洋地区主要集中在9个基地中，它们分别位于夏威夷、阿拉斯加、关岛、日本和韩国。位于菲律宾的一些基地，美军也有使用权，但部署资产较轻。除了关岛基地采用简易机棚外，其他很多美军基地选择使用传统掩体。2020年，驻韩美国空军群山基地宣布第3代机库正式完工，这是美军在印太地区修建的第一批加固机堡，可停放 MQ-1无人机和 F-35隐形战斗机，能防钻地导弹和生化武器袭击。机堡内还安装了大功率换排气设备，保证战机的发动机快速启动并滑跑出击。据称，它们能够承载500磅炸弹的直接命中或更大炸弹在附近的爆炸冲击。但也有媒体报道称，在韩国群山基地的20座加固机堡完工后，美军后续工程基本没有推进。实际上，在是否需要加固机堡的问题上，美军内部长期存在2种不同观点。反对者认为，在远离战区的美国本土根本不需要加固机堡，他们面临的威胁很少，因此只要能保护战机免受自然因素影响就足够了。例如，针对部署 B-2隐形轰炸机的基地修建恒温恒湿的密闭机库，以确保隐形涂料不会脱落。而在高风险的所谓前沿地区，加固机堡想要发挥作用，必须在遭到攻击前完成关闭掩体大门等措施，反过来又会影响战机的快速出动。此外，还要考虑到，即使战机在加固机堡中幸存下来，如果机堡大门被炸滩堵塞，跑道因炸毁而受损，战机仍然无法在短期内出动。因此，美国空军更倾向于让主要作战飞机在跑道上保持战备状态，只需几分钟的预警就可以快速起飞，
在对手的攻击抵达之前升空，远离任何攻击或飞向指定的目标。美国一方面准备所谓灰色事态的突破，也就是说在预设与中国之间有正面相撞、大战一场的这种场景；但另外一方面，美国考虑到的是，一旦出现形势的失控，自身将承担非常严重的这种损失，成本是巨大的。所以这个时候，从美国议员的相关的炒作当中可以看出，美国一方面穷兵黩武，而另外一方面又担心失控。有分析指出，美方近年来轮番炒作不同版本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毫无新意。实际情况却是，美国近年来不断在中国周边强化军事存在，并挑动军备竞赛。Will confidently action all challenges that threaten the goals required to achieve mission success. 当地时间3号，在一场于夏威夷举行的仪式上，美国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正式接过美印太司令部的指挥权。帕帕罗曾是一名海军飞行员，指挥过美国第5舰队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Our world faces a complex problem set in the troubling ac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rapid buildup of forces. 外界注意到，就职仪式上，帕帕罗展现出对华强硬态度，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这一说法不仅与其之前对华发表言论一以贯之，更延续了印太司令部一贯的对华立场。帕帕罗他本身在亚太地区，他的经验并不如他的前任那样丰富，但是呢，在多兵种作战方面也有他的一些特性。从目前来看呢，对华战略围堵方面的延续性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不管是炒作南海问题，还是炒作中国威胁以及中国导弹的能力，新任的印太司令呢，都是延续了前任的说法。美西方炒作的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甚嚣尘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最近被记者追问说，美国之所以炒作产能过剩，是不是因为在这些领域被打败了？您对此如何看呢？应对产能过剩，从一种话术变成了美国的政策。至于说美国为什么会这么激进地围堵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耶伦一直强调的是呢，中国企业获得了补贴，但是美国拜登政府自己出台了一连串的补贴政策，尤其是2022年的通胀削减法案，其实就是产业补贴政策。法德领导人一起去华盛顿，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这一巨型的产业补贴政策会对欧洲的产业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正因如此，记者才会发问耶伦，是不是因为美国在这些领域被打败，所以才打出应对产能过剩的旗号？耶伦本人呢，就是经济学家，做过美联储的主席，现在是财政部长。美国选举地理已经比较明朗，决定选举结果的就是那几个摇摆州，比如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等等。这些袖带州呢，还是比较关注产业的问题，尤其是汽车产业。拜登和特朗普都以维护产业工人利益来自居，而最直白的语言呢，就是加征关税，把别国的产品挡在美国之外，保护美国自己的钢铁、汽车产业，给这些产业工人呢找到工作的机会。这样的竞选的话术一直存在。至于说补贴的事情，可能连耶伦自己都不相信。可以说，重商主义、产业保护，美国人比谁玩着都溜。于是美国就是这么发展产业的，只能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美国补贴汽车产业就具有战略意义，其他国家发展产业就是美国的威胁。二是拜登政府打着清洁能源发展的旗号，但是现在却把新能源汽车挡在美国国门之外。归根结底来说呢，不是新能源汽车不好，而是因为不是美国的新能源汽车，不是产能过剩，而是因为产能不是美国的。那您认为美国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产能过剩这个事情对美国来说，绿色清洁能源开发在美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主要的原因。而更深层次原因则是大国竞争的焦点的转移和明细化。可以说，半导体的硝烟转移到了新能源汽车。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让欧美国家感到惊愕。新能源汽车说起来还是中美合作的结果。特斯拉是全球知名的新能源汽车厂商，特斯拉在中国建立的超级工厂也是非常有效率的车企。另外呢，中国市场也是特斯拉先进技术应用和尝试的市场。如果按照美国政府的做法，中国是不是应该把空客、波音等大飞机生产商挡在中国市场之外，让德国、日本车企也离开中国呢？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大规模进入市场的阶段，中国车企大量的出口本身就能够看到市场的需求是旺盛的。
经过最近一些年车企的激烈市场竞争，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开始显现。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强劲的动力。当然新能源汽车本身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其市场也是国际性的。我们甚至可以畅想，未来发展中国家普及汽车并不是一个梦想，也不会引起石油枯竭的担忧。新能源汽车不仅是一件商品，也是复杂的产业链体系，将汽车和信息产业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新的能源获取方式局部改变了能源的形态，这其中涉及到关键矿产品的定义。另外由此衍生出来的产品可能在其他领域也会被应用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带有战略属性。美国也是从这个角度将新能源汽车安全化。当然新能源汽车终归是市场选择的产物，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即便有关税或者其他的限制，市场如流水，企业、消费者的决策是根本性的。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汽车围追堵截，但是并没有让美国的汽车遍布世界，也没有阻挡日本车企的崛起。